沙利文在中东玩腹黑，美国在海湾战略失效的情况下陷入混乱，能拉印度入局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他将前往中东与沙特领导人会谈，以印度和阿联酋讨论新德里、美国和海湾地区的新合作领域，说是讨论一个重大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将通过一条铁路网连接海湾和阿拉伯国家，并通过港口的航道连接到印度。看到这里，估计很多人都会笑。其实这件事还没那么简单。从本质上讲，这是美国要重新设定海湾战略的一次尝试。如果说美国过去的海湾战略就是以塑造伊朗威胁来彰显美军存在的价值，那么在中国促进沙特与伊朗和解之后，美国就失去了中东战略。如果美国人这次是玩真的话，那么意味着美国将拉着印度入局，在中东地区推出自己的经济战略，以对标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细心的朋友还可以关注一下印度与伊朗在德黑兰刚刚举行的磋商。在伊朗正式加入上合组织之后，莫迪政府对重振印度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发生了兴趣。莫迪认为，光靠印度的力量无法与中国在中东地区竞争。沙特与伊朗关系的缓和提升了德黑兰在中东地区的地位，而美国自然会对印度正在加强与伊朗的关系而感到不安。伊朗与印度正在谈判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双边就银行业问题、解除制裁谈判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总统莱西强调，加强伊朗与印度的经济伙伴关系将使两国能够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美国这次拉着印度入局，无非就是要避免印度与伊朗进一步拥抱。从中东安全的角度来看，巴林、科威特、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一起正在加入上合组织。显然，美国也担心上合组织在中东扎根，并进一步深入非洲。上合组织并非仅仅是一个反恐组织，也是中国力推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都会让美国感到不安。当前阿拉伯国家正在稳步扩大战略自主权，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地区和平与和解。他们似乎特意要将美国排除在他们的区域进程之外，因为美国人只会制造和利用矛盾，从来不想着帮助中东国家发展。叙利亚重返阿拉伯联盟事件的发生，让沙利文进一步陷入恐慌。叙利亚、沙特、约旦、埃及和伊拉克的外交部长联合声明称，要结束外国干涉叙利亚内政，并承诺支持叙利亚的领土主权完整和控制权。事实上，就是要美国放弃对1/3叙利亚领土的控制权。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与印度在中东地区能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吗？答案是可能性非常小。虽然双方有共同对抗中国影响力的诉求，但是印度有提升在海湾地区影响力的需要，所以双方达成合作意愿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两国无法找到合适的合作项目。美印以中东地区联合建设基础设施，估计中东国家不会相信。只要看看美国天天出轨的铁路和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就能明白。只要双边的合作放到具体项目上，那么谁来出钱，谁来施工，未来又是否能有好的经济回报，美印都没有具体的答案，而且他们都没钱。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可能不需要任何美国的帮助来推进其在海湾地区的利益，因为这么做可能更加务实。美国曾经试图构建一个由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组成的四方机制，结果证明行不通。道理很简单，美国推出的多边合作框架都带有意识形态，其目的并非帮助区域国家的发展。看来沙利文拉着印度下场，只是表达了对美国缺少中东经济战略的恐慌，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破坏印度与伊朗的合作。沙利文的这套做法看上去很聪明，但是并不高明，
因为美国的所作所为不解决根本问题。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